今天这堂课，我先要把丑话说在前头。今天我讲的内容注定会得罪很多人，我会得罪那些卖激光仪器的，我会得罪那些卖几千块一瓶神仙水的化妆品商，我甚至会得罪那些坐在医院冷气房里只会看化验单、只会开药片的庸医。但是，我必须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看着你们，我的同胞，哪怕到了50、60岁，还活在谎言里，最后不明不白地把自己送走。我们要聊什么？聊你们脸上那些让你们心烦意乱、怎么遮也遮不住的老年斑。你们去现在的医院挂个专家号，排队2小时，医生拿着放大镜看一眼，告诉你，老太太、老先生不用担心，这个学名叫脂溢性角化，也叫日光性雀斑样痣。没事，良性的，死不了人，就是人老了，新陈代谢慢了，晒太阳晒多了。你要是觉得难看，交个钱去隔壁激光科打掉吧，听听多么轻松，多么不负责任。我告诉诸位，这全是见树不见林的鬼话。如果老年斑真的只是皮肤老化，只是晒太阳晒的，那我有几个问题，请在座的诸位摸着自己的良心，动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。第一，为什么你们看那些农村的老农在田里晒了一辈子太阳，皮肤黝黑，像古铜色一样，但是脸上干干净净，红光满面？第二，为什么现在那些坐在写字楼里，窗帘拉得死死的，出门涂3层防晒霜的年轻白领，才35岁，脸上就开始长黄褐斑、长蝴蝶斑？第三，为什么你去做了激光，把表皮那一层打掉了，花了冤枉钱，受了皮肉苦，闻到了烧焦的味道，结果过不了3个月，它在原地又长出来了，甚至颜色更深，面积更大。真相只有一个，而且非常残酷，老年斑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皮肤病。在中医经方家的眼里，那个斑不叫斑，那叫阴实，那是你身体内部生锈了，是你的5脏6腑在发霉。你脸上长出来的每一颗斑，都是你身体里那一潭死水，那堆排不出去的死血和寒毒在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。这就好比你家房子墙皮上渗出了黑斑，长了绿毛，你找个装修工把墙皮铲了，刷成白漆，以为这就干净了，没用，自欺欺人。因为墙里面的水管破了，还在漏水；因为地基下面的下水道堵了，脏水在反涌。你不修水管，不通下水道，你刷1万遍墙也是白搭。今天我就用中医经方派的眼光，带你们把这层画皮给扒下来。听完今天这堂课，你救的不光是你的脸，更是你的命。你不是在祛斑，你是在排毒，你是在回阳，你是在把那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身体给拉回来。我想很多人都在网上看过那张著名的照片，医学期刊上登过的一位69岁的美国卡车司机，开了28年车，左脸常年靠窗晒太阳，右脸在阴影里，结果呢，左脸满是深褐斑的皱纹和褐斑，看着像80岁，右脸却相对平滑，像60岁。西医拿了这就开始宣扬，看这就是光老化，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，大家都要防晒啊。这话错没错？没错。但他只看到了表象，只看到了标。西医是物理学，看的是尸体；中医是生理学，看的是活人。诸位要听懂。西医说，紫外线产生了自由基，破坏了胶原蛋白，产生了紫褐素。但是，我要问诸位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个司机是个18岁的小伙子，他就算这么晒，会变成那样吗？绝对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小伙子阳气足，他的气血流速像奔腾的江河。细胞被晒死了一个，身体马上运送养分过来，修复一个，代谢一个，把垃圾冲走。而这个司机老了，他的阳气衰弱了，他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修复被阳光晒伤的组织，那些死掉的细胞运不走，堆在那里才形成了斑。所以根本原因不是太阳太毒，而是你的身体太虚太寒了，你把责任全推给太阳，那是你在逃避自己身体内部衰败的真相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有诸内必行诸外，脸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内脏的投影。诸位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我们的人体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。阳气是什么？阳气就是天上的太阳，就是让河水保持流动的热能。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是纯阳之体，你的身体像夏天的黄河，水流湍急，泥沙俱下。这时候哪怕你往河里扔一把垃圾毒素，瞬间就被冲走了，河床干干净净。所以小孩子不长斑。当你老了，或者你虽然年轻，但天天熬夜、吃冷饮、吹空调、输液，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冬天的河流，寒则凝，凝则淤，水流慢了，甚至结冰了。这时候
河水里的泥沙、枯枝烂叶代谢废物，自由基、紫褐素流不动了，就开始沉淀在河底。这个沉淀的过程就是长斑的过程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沉淀是非常可怕的。它不光是在脸上，如果这个淤泥沉在皮肤下浮出来，就是老年斑；如果沉在血管壁上堵住血管，就是动脉斑块、血栓；如果沉在肝脏里，就是脂肪肝、肝硬化；如果沉在子宫里，就是子宫肌瘤；如果沉在大脑里，就是老年痴呆、脑部淀粉样蛋白沉淀。听懂了吗？医生那句大实话是对的，脸上有斑，说明你全身都在堵。你看到的是脸上的斑，我看的是你血管里的血栓，看的是你内脏里的肿瘤前兆。你以为你只是老了，不，你是身体里的阴石在累积，你的阳气在消亡。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大问题。我们要学会看斑，斑长在哪里，救命的信号就从哪里发出来。人体非常精密，它在告诉你哪个脏腑快不行了。各位把镜子拿出来对照一下，看看你的斑长在哪。很多人的斑最早是长在太阳穴、眼角或者额头两侧，在中医经络学里，这个地方是手少阳三焦经和手太阳小肠经流过的地方。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心是君主之官，心脏跳动产生热能，这个热能要通过小肠传导到全身。心脏就像汽车的引擎，如果你常年思虑过重，中医讲思伤脾耗心血，或者熬夜耗心阴，心脏的搏动力量就减弱了，心脏没力气，血液就达不到脸部这些最远的微血管末梢，血液过不来，垃圾就运不走。那些黑褐色的斑点其实就是一堆失血。如果你眼角长斑，同时伴有以下症状，不用怀疑，心脏功能已经弱了，手脚常年冰凉，手脚是人体的末梢，心火足，手脚必热。手脚冷，说明心火达不到四肢，睡眠不好，多梦，易醒，心藏神，心血不足，神不守舍，偶尔心慌、胸闷，爬个楼梯气喘吁吁。这种斑是心血瘀阻的产物，你不去强心，光打斑有什么用？这一类最常见，尤其是女性，两颊是肝经和胆经的循行部位。肝主疏泄，它是人体的清洁工队长，也是将军之官，负责谋略和情绪。现在的中老年人，特别是女性，压力大，年轻时拼事业，老了带孙子，还要受气的夹板气，更年期一来，火气更大。你一生气，肝气就郁结，肝气一堵，清洁工罢工了。血液里的毒素，西医说的化学废物分解不掉，它就顺着血液乱跑，跑到脸上，因为脸部毛细血管最细，一旦流速慢就卡住了。这种斑我们叫肝斑，也叫黄褐斑、蝴蝶斑。它的特点是随情绪变化。你今天跟老公吵架了，气得不行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斑肯定变黑变大。过几天心情好了，去旅游了，斑就淡一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毒在肝脏，治斑不治肝，那是瞎忙活。鼻子属脾，下巴属肾。如果你爱吃冷饮、甜食、油腻，伤了脾胃，湿气就重。脾主运化，脾虚了，水湿运不走，泛滥到脸上，和皮肤分泌的油脂混在一起。这种斑往往摸起来是凸起的、油油的，像贴了一块膏药，这就是西医说的脂溢性角化。而下巴长斑往往伴随着腰酸背痛、夜尿多，这是肾阳虚，肾主水，肾阳不足，管不住水，寒水上泛，就在下巴结成了黑斑。这种人往往还有严重的宫寒，女性或者前列腺问题，男性。光讲理论你们可能记不住，我们来讲几个活生生的例子。这些都是我见过的病人，看看你是哪一种。案例一，那个吃素10年的刘阿姨冻出来的斑，刘阿姨62岁，她来找我的时候戴着帽子，口罩一摘下来，满脸都是黑褐色的斑，而且脸色惨白，没有一点血色。她很委屈，尼斯，我非常注重养生，这10年我坚持吃素，不吃肉，天天早上吃生菜沙拉，喝冷榨的蔬果汁，说是为了补充维生素 C 抗氧化。为什么我越吃斑越多，越吃身体越差？我一摸她的脉，沉细无力，像快断了一样；摸她的手，像冰块一样。我当时就火了，我说：“你这不是养生，你这是养尸，你是被你自己冻出来的。”蔬菜水果大多是寒凉的，她天天吃生的、冷的，把自己的胃气彻底伤了。胃是后天之本，是人体造血的源头。胃里应该是热的，才能腐熟水谷，她把胃搞得像个冰窖。身体为了保护胃，只能调动全身的阳气去暖胃，结果呢，脸上的阳气没了，手脚的阳气没了，没有阳气推动，血液就凝固了。
它吃进去的那些营养，因为没有火去烹饪它，全变成了身体里的阴石垃圾教训。没有阳气的运化，再好的营养也是毒药。案例2，那个拼命三郎的企业高管张总，烧出来的炭还有个男的，45岁，大老板，天天应酬，烟酒不离手，熬夜到2、3点，他的脸黑得像包公一样，那个斑不是点状的，是一块一块连在一起的，像地图一样。西医说这是吸烟导致的自由基堆积。我说你这是火烧干锅，你天天熬夜，伤的是肝肾之阴，抽烟喝酒那是燥热之毒。他的身体里其实是热的，但是这种热是虚火，因为熬夜耗干了津液，血液中的水分，他的血已经变得像胶水一样粘稠，里面全是焦黑的物质。这就好比汽车发动机没机油了，还有高速运转，最后发动机就烧了，冒黑烟，他脸上的斑就是那个黑烟。教训熬夜和烟酒是在透支你生命的冷却液。案例3，那个90岁的农村老神仙，正面的榜样。我早年去农村采风，遇到一位90岁的老中医，他在院子里晒太阳干农活。他的脸虽然有皱纹，但是那种很干净的皱纹，没有那种脏兮兮的黑斑。我问他怎么保养的，他哈哈大笑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吃的是五谷杂粮，喝的是井水，心无挂碍，倒头就睡。他每天早上喝1碗姜枣汤，每天晚上泡脚，这就是阳气足。阳气足了，身体像个大火炉，垃圾一进去就烧化了，怎么可能长斑？好了，病因找到了，诸位最关心的是怎么治？是不是要吃什么名贵的虫草、燕窝？是不是要买几千块的精华液？不需要，真正的上工治病，用的是寻常之物，解的是万古之毒。文案里提到的番茄、冬瓜、柠檬、黑木耳，确实是好东西，但是如果你们不懂药性，不懂怎么炮制，吃下去可能一点用没有，甚至反受其害。比如刘阿姨生吃番茄。下面我要用中医的药食同源理论，重新教你们怎么吃这4大天王。拿出笔记本来，记好了，这是能救命的方子。第一，胃药番茄、西红柿，强心通脉的赤龙汤。西医视角富含茄红素，抗氧化，防紫外线。尼斯解密，诸位看番茄的颜色，红色入心，它的形状圆圆的，像不像心脏？它的味道酸中带甘，酸味入肝能收敛，甘味入脾能补虚。番茄其实是一味绝佳的补心汤，它红色的汁液就像我们的血，它可以补充心血，强壮心阳。心阳足了，血就能打到脸上，把斑冲走，绝对禁忌，严禁生吃，严禁凉拌。你本来就阳虚长斑，再吃生的番茄，那个寒气直接伤胃，而且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生吃根本吸收不到，全拉出去了。尼氏独家食谱番茄金蛋化鱼汤选材，必须选自然成熟的红番茄，越红越好，火气足，不要那种硬邦邦催熟的做法。2个番茄切块，锅烧热，放一点猪油。注意为什么要用猪油？因为猪油通血脉，且能利用动物油脂引出番茄的药性。猪油是大油，能润燥。怕猪油的用橄榄油，但效果差一点。把番茄倒进去，大火煸炒，一定要炒烂，炒出红油，炒到像酱一样，这是关键。要把它的生冷之气化掉，变成温热之性，加开水煮沸，打2个鸡蛋进去，搅散心法。为什么要放鸡蛋？鸡蛋黄是悬浮的，像心脏；番茄汁是红的，像血。这一碗下去，热气腾腾，直接入心经。建议每天早上或中午喝1碗。你会发现，喝完之后脸是热的，手脚是暖的，这就对了。第2味药冬瓜，身体的强力抽水机，西医视角维 C 多，利尿消肿。尼斯解密，冬瓜颜色是白的，白色入肺，它是冬天成熟的，得了天地间最纯正的寒水之气。很多人长的是那种凸起的油斑，或者脸总是浮肿，眼袋大，这叫痰湿。冬瓜就是专门来利水渗湿的，它能把你身体细胞里那些脏水、油垢给抽出来，通过小便排走。关键诀窍，皮绝对不能扔。冬瓜肉是吃的，冬瓜皮是药。你去中药店抓药，利水方子里都有冬瓜皮，它的利水效果是肉的10倍。尼氏独家食谱，冬瓜薏米排湿汤做法。老冬瓜1块，皮色深绿的最好，洗净，连皮带籽，切大块。注意，冬瓜籽也不要扔，冬瓜籽能排脓，对面部有痤疮留下的黑印特别好。薏米1把，核心点，薏米一定要在干锅里炒黄。生的薏米太寒，伤脾胃，炒过之后就温和了，健脾祛湿。排骨2块，引药入肾，灵魂一笔，必须加3片生姜。
心法为什么要加生姜？因为冬瓜寒凉，我们老年人阳气不足，加了姜就是温阳利水。这就好比用热水洗碗，油垢才去得掉。喝完这个汤，你会发现小便变多，那就是身体在排毒，湿气一除，脸上的色斑就没有了，土壤。第3味药，柠檬，肝脏的疏通剂与软化剂，西医视角，维 C 之王，还原黑色素，美白、尼斯解密、柠檬极酸。中医讲酸味入肝，又讲酸主收敛，但同时酸也能软坚散结，我们的血管硬化、斑块硬化都需要软化。柠檬那个酸劲儿，能刺激肝胆疏泄，肝气一顺，垃圾就能排掉。绝对禁忌，不可空腹喝，不可喝冷的。柠檬酸性太强，空腹伤胃，冷喝伤阳。尼氏独家食谱，暖肝蜜凝水做法，新鲜柠檬切片，去籽，柠檬籽太苦，有小毒，要去掉，用60度左右的温开水泡，加一勺天然蜂蜜。心法为什么要加蜂蜜？蜂蜜味甘。中医讲肝缓急，它能缓和柠檬的酸性，保护胃黏膜。更重要的是，蜂蜜能润肠通便。肺与大肠相表里，大肠通了，肺气就宣发，皮肤就干净。最佳时间饭后1小时喝，温温的喝下去，你会觉得肝区很舒服，嘴里的苦味也会消失。长期喝，脸上的黑气会散开。第4味药，黑木耳，血管的刮毒刀，西医视角，植物胶质吸附毒素，维益抗衰老。尼斯解密，黑木耳颜色黑，黑色入肾，它长在腐朽的木头上，却能生机勃勃，说明它有极强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。老年斑归根结底是老，是肾气衰。黑木耳形状像耳朵肾开窍于耳，它能入肾经，它不仅能活血化瘀，还能把你肠道里血管壁上的陈年老垢，也就是阴石给挖下来。尼氏独家食谱，木耳红枣驻颜汤做法：干黑木耳30克，冷水泡发，洗净丝小朵，红枣10枚。核心操作一定要把红枣核去掉。注意，红枣肉是补血的，红枣核是燥热的，带着核煮，吃了容易上火烦躁。我们只要补血，不要燥热。加水煮成汤，最后放一点点红糖，红糖活血。白糖只有热量。心法这一碗，红枣补血，木耳活血。中医讲去瘀才能生新，你不把旧的血化掉，新的血怎么生出来？这道汤是专门攻克那种颜色深、时间久甚至有点发硬的顽固斑点的。诸位，如果你们一边喝着上面的汤，一边做下面这几件自杀的事，那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这叫一边补漏一边着船。禁忌1，只要风度不要温度，冷饮与漏肉，这是我反复强调的，也是现代人得病的最大根源。严禁喝冰水，吃冰淇淋。严禁穿露脐装、露脚踝。你喝一杯冰啤酒下去，你的胃瞬间就冷掉了，只有几度。你的心脏就要调动全身的热能去支援胃，把胃加热到37度。这一调动，分配给皮肤和手脚的热能就没有了，寒气瞬间凝滞，血流变慢，斑马上就长出来。这就像你把冰箱门打开，水管马上结冰一样简单。想要不长斑，这辈子喝温水，吃热食。禁忌2，乱吃西药，骗剂很多老人一把地吃维生素片、钙片、抗生素。我告诉你们，大多数合成的化学药片，在中医看来都是寒凉性质的，而且非常伤肝肾。身体识别不了这些化学合成的东西，吸收不掉，最后都堆积在肝脏和肾脏里，变成了新的毒素。要补维 C 就吃橙子，要补钙就喝骨头汤。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神补。禁忌3，熬夜在死亡边缘试探，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胆经和肝经当令的时间，这个时候人必须平躺熟睡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人卧则血归于肝，你躺下了，血流回肝脏，肝脏开始解毒，清洗血液。如果你这时候还在刷手机看电视，血回不去，一直在外面跑，肝脏没法清洗血液，第二天早上流到你脸上的就是脏血。脏血养出来的皮肤能干净吗？除了吃，还有什么不用花钱又能祛斑的方法？有中医的外治法，直接调动经络之气，指哪打哪。天灸，晒背不晒脸，西医让你躲太阳，我让你晒太阳，但要有技巧，不要晒脸，要晒背。背部是督脉、阳脉之海，和膀胱经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的所在地。上午9点到10点，或者是下午3点到4点，阳光不毒的时候，背对着太阳晒20分钟。当你感到后背暖洋洋的，甚至微微出汗时，那就是阳气生发了。
这股阳气会冲破体内的寒湿，比你吃什么补药都管用。这就叫天灸。阳气一足，把寒湿一蒸发，脸上的斑自然就退了。穴位按摩自带的排毒按钮，每天晚上洗完澡按揉这3个穴位，每个穴位3分钟，按到酸胀为止。血海穴大腿内侧，这是血之海洋，按揉它能活血化瘀，专门对付那种暗紫色的斑。三阴交小腿内侧，这是肝脾肾3条经络的交汇处。女人常揉三阴交，终身不变老。它能补脾土、益肾水、疏肝气。太冲穴脚背，这是肝经的原穴，也是消气穴。爱生气的、长黄褐斑的，一定要多揉这里，把气撒出去，斑就散了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，还有那些焦虑的年轻人说几句心里话：什么叫养生？养生不是怕死，不是为了活成老妖怪，养生是让你活得有质量，活得有尊严。我们今天讲老年斑，不单单是为了好看，为了那张皮囊。那一张干干净净、红润有光的脸，代表的是你五脏六腑的太平。心阳足，你的脸就红润，那是生命的火种在燃烧。肺气宣，你的皮肤就细腻，那是身体的防御在坚守。脾胃寒，你的脸上就没有油腻，那是后天的运化在正常工作。肝气疏，你就没有色斑，那是你的情绪豁达，气机通畅，肾水充，你就不会枯槁，那是你生命的根基稳固。从今天开始，忘掉那些昂贵的化妆品，忘掉那些对衰老的恐惧，回到厨房，回到自然，回到我们老祖宗的生活方式里去。早睡早起，晒晒后背，喝热汤，多吃那4大天王，少生气，多开心。不要觉得老了就该长斑，不要觉得老了就该一身病。人体有强大的治愈能力，只要你不再用寒凉去伤害它，只要你给它一点点温暖，给它一点点阳气，它就会回报你一个奇迹。当你到了80岁，虽然满头银发，但脸上干干净净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走路带风。身边的年轻人问你：“爷爷、飞奶奶，您用的什么高级护肤品啊？做了什么医美啊？”你可以自信地拍胸脯，告诉他：“孩子，我用的不是护肤品，我用的是中华5000年的智慧。我养的不是皮，我养的是浩然的阳气。这才是我们中国人该有的活法。”诸位，今天这堂课如果能救回一个人阳气，我就没白讲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打醒了您，请务必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，让更多被误导的人找回健康的真相。中医不亡，健康常在。我们下期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赞，用力的按下去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最关心、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，这就是功德一件。我们下期见。